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第2季上期回顾，白瑞迎来了与 Zoom 的第一次较量，却输得一败涂地，不但被 Zoom 拉着全程宣告失败，还被打成了下半身瘫痪，闪电侠变成了瘸子。之后的时间里，白瑞只能靠着拄拐杖走几步路，大部分时间都必须坐在轮椅上。闪电侠失去双腿，让白瑞放弃了希望，即使他拥有神速力护体，想要完全恢复依旧遥不可及。因此威尔斯打算回到地球2，自己动手干掉 Zoom。杰消失的这段时间只能靠威尔斯挺大梁，连最后的防线也准备离开。凯瑟琳希望他能够留下来帮助团队，因为救回杰西最大的希望就是白瑞。这段时间威尔斯和希斯科已经关闭了51个传送门，现在只剩实验室的最后一个，他们决定守株待兔，套路一下Zoom。就在这麻烦一个接一个的时机，格鲁德突然卷土重来，现场调查的任务交给了佩蒂。白瑞逐渐恢复了行走能力，但他还是跑不起来，过度的消耗只会让他更加恐惧。Zoom毁掉了闪电侠，这个城市里被万人敬仰的英雄被敌人当众羞辱。白瑞最害怕自己没有办法保护别人。凯瑟琳、希斯科正在传送门布下圈套，一瞬间凯瑟琳像失了智，没了感情的揍了希斯科一拳，转身离开了实验室。近期接二连三丢失了补脑药剂，这些药剂可以增强脑功能。结合现场的毛发，乔猜测格鲁德又回来了，他赶忙告诉了白瑞和希斯科，这下凯瑟琳的诡异举动也有了依据。可这个时候白瑞只能拄着拐，威尔斯帮着一起想办法。白瑞还在自闭当中，乔安慰他说，你没了腿不是还有脑子吗？此时的凯瑟琳被格鲁德关押了起来，在格鲁德没有变异之前，凯瑟琳对他最好，所以格鲁德信任他，想让他帮助自己创造更多的高智商大猩猩。为了救回凯瑟琳，白瑞拼命的训练，神速力也慢慢在恢复。艾瑞斯把亨利请了过来，再强大的闪电侠也只是父亲的孩子。老爹本就是医生，一眼断定了白瑞身体早无大碍，唯一阻挡他恢复的是白瑞的心。他还告诉白瑞，有时候你需要放慢脚步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。希斯科也找到了格鲁德的位置，他们的计划就是让威尔斯伪装成逆闪，逆闪是格鲁德的父亲，劝说格鲁德一定有奇效。威尔斯这次可以说是赌上了性命，亨利这边还在安慰着儿子，他深知被人毁掉的滋味，被逆闪害得家破人亡，含冤入狱，何尝不是毁灭呢？驱使他走到今天的办法就是接受现实，学会相信自己，点燃希望，只要一点点的意志即可。格鲁德还在让凯瑟琳想办法，威尔斯闯了进来，他把逆闪演绎的淋漓尽致，只可惜真正的逆闪从不躲避避。威尔斯被格鲁德一拳打飞，希斯科趁机拉走了凯瑟琳。威尔斯在白瑞的提议下，把所有补脑药剂注射到了格鲁德体内，用脑过度导致他瘫软在了地上。威尔斯这段日子一直在研究传送门，他发现有一个传送门的位置在地球2是一片森林，这可以成为格鲁德的新家，这需要一个诱饵勾引格鲁德。白瑞成为了最好的选择。就绪后由凯瑟琳吸引格鲁德出现，白瑞则立刻接手，一路引导着格鲁德去传送门。到达传送门后，希斯科开启了宇宙之间的通道，白瑞一记音速胖子把格鲁德送回到了地球2。这次结束后，闪电侠终于克服了内心的恐惧，威尔斯也决定留下来帮助白瑞对抗Zoom。送别了父亲，白瑞回到警局给佩蒂报平安。一个谎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圆。虽然白瑞恢复了速度，但远不如Zoom。威尔斯恰好知道一些歪门邪道，这种血清叫做终极6，可以让白瑞短时间变强。不幸的是，佩蒂追查到了实验室，看到了威尔斯，并把他当成了逃犯，甚至开枪击中了他。但白瑞这会儿和奥利弗遇到了更大的麻烦，无法支援。实验室只剩下了凯瑟琳和威尔斯，好在杰及时赶了过来。为了救威尔斯，他注射了自己最厌恶的终极6，短时间恢复了神速力，迅速帮威尔斯取出了子弹。不管两人有多大的仇，终究是杰救了威尔斯。他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不要让白瑞注射终极6，这会害死他。白瑞和奥利弗此时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麻烦，事情的起因源自于希斯科的新女友肯德拉。几次的约会，希斯科却震波到了不同的场景，先是一个鸟人出现，后来肯德拉也变成了鸟人，一个非法偷渡的人被警方抓捕，还没带回警局就全部被屠杀。警局对此没有一点头绪。第二天，这个男人就袭击了正在约会的希斯科肯德拉，他的刺杀目标正是肯德拉。好在希斯科呼叫了白瑞，及时赶到并抓住了飞来的匕首，两个人才安全的逃脱。为了保护肯德拉，希斯科把他带回了实验室，一激动甚至暴露了白瑞的身份。男人用的匕首是几个世纪前的文物。面对这个棘手的刺客，白瑞想到了一个老朋友星城。奥利弗团队正在对抗新头目达克，在以暴制暴过后，白瑞赶来带走了奥利弗。一行人来到了奥利弗的堡垒，白瑞素描了男人的模样。费利西蒂也查出了他的身份，最近那张照片来自1975年，他叫萨维奇。肯德拉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招惹了这个变态。办事严谨的奥利弗打算查出一切。面对白瑞一边的一问三不知，奥利弗有点恼怒。回到家里，大家举杯放松，顺便庆祝一下难得的相聚。
这一年来，奥利弗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菲利西蒂回到了他的身边，妹妹西亚也加入了团队。就是这样恐怖的一群人，还迎来了挑衅的敌人。萨维奇破窗而入，准备刺杀肯德拉。白瑞接住了大部分丢来的匕首，自己也被刺中。这个萨维奇根本不简单，面对奥利弗的箭雨，他根本不虚，被西亚一箭射下了大楼，却连点痕迹都没有。事到如今，西斯科只能把震波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他看到了肯德拉变成了鸟人，还没多说，堡垒一黑，刺客联盟新任掌门梅林找了上来。他说出了萨维奇的身份，有人说他是成吉思汗最信任的谋士，也有人说萨维奇曾经指导了凯斯大帝赢得了征服高卢的战争，但他的身份远不如此。这个人存在了无数个世纪，他是一个永生不死的人。想要从这样一个人手里保护肯德拉，天方夜谭。受了打击的肯德拉出去和西斯科透透气，却被一个鸟人带走。白瑞和奥利弗快速开始搜索全城。鸟人叫胡夫，他也说肯德拉的真实名字叫查亚拉，他们4000年来一直都是爱人。胡夫此行的目的就是保护查亚拉。在记忆还未觉醒之前，肯德拉是一脸懵逼。奥利弗和白瑞很快追了过来。面对这个新对手，两个人有些措手不及。白瑞一招乌拉乌拉龙卷风，加上奥利弗的夺命一剑，额外赠送一个魔力圈圈丢闪电，他们成功的击败了胡夫。胡夫告诉他们，自己是唯一能够拯救肯德拉的人。4000年来，他们一次次投胎，一次次重逢，一次次唤醒前世的记忆，也一次次被萨维奇追杀。4000年内，他们被萨维奇杀死了206次，他们之间就像是轮回。萨维奇每杀死他们一次，实力就会大涨一次。如今已经有了原先206倍的力量。梅林再次给他们带来了消息，刺客联盟的人调查到萨维奇去寻找赫鲁斯法杖了。如果萨维奇得到了这个古老又强大的法杖，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了。此时此刻，必须要让肯德拉觉醒。在楼顶上，大家都有点蒙圈。胡夫一把就推下了肯德拉，白瑞赶忙把肯德拉救了上来。但奥利弗认为胡夫的办法才更正确，肯德拉有自己的决定。白瑞的善心在这个时候可能会起反效果。get到了奥利弗的点，白瑞在出发寻找法杖前告诉了肯德拉，自己也曾失去过力量，克服困难的最好办法就是相信自己。说完，奥利弗和白瑞启程前往中心城。肯德拉思前想后，接受了现实，对西斯科说出了心里话后，跳下了大楼。这次他成功长出了翅膀，而奥利弗、白瑞已经到了教堂，但法杖已经被萨维奇夺走。面对这种魔法力量，两个人手足无措。白瑞试图抢夺法杖，却只有被力量弹开。就在萨维奇决定终结两个人的时候，他感受到了肯德拉的觉醒。白瑞则趁机带着奥利弗逃出了教堂，逃过一死。奥利弗给团队打了电话，现在是时候全军出击了。大家找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暂住了下来，附近没有平民百姓，就算萨维奇过来袭击，也不会有无辜人员伤亡。在今天早些时候，奥利弗碰到了上季出现的前女友之一，但这次他还带了一个目测9岁的儿子出现。儿子的身世成为了奥利弗的心结。另一边，觉醒后的查亚拉开始在胡夫的帮助下训练自己。奥利弗假装和瑟曼莎偶遇，也得知了孩子叫做威廉。5年的荒岛生活加上4年的绿箭侠身份，他们上次离别都是10年了。而10年前，他刚好怀有了奥利弗的孩子，还只是说孩子已经打掉了。威廉的父亲不是你。说完，奥利弗就接到了梅林的电话。作为刺客联盟的掌门人，他邀请了萨维奇见面，并且让奥利弗和白瑞和他谈判。而梅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女儿西亚。白瑞在赶往约定地点的时候，再次看到了另一个自己。谈判正式开始，萨维奇表示自己必须杀死胡夫和查亚拉。奥利弗怒射一箭，表示没门。萨维奇给他们24小时把鸟人情侣带来，否则他会屠杀整个城市，包括绿箭侠和闪电侠的家人。首次谈判就以谈崩告终。梅林走之前告诉奥利弗，如果我的女儿因此丧命，我会用比萨维奇还恐怖的方式来找你复仇。24小时内必须想出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。但白瑞更在意的是昨晚的另一个自己。有过经验的他知道，这是自己穿越时空的迹象。本想让西斯科震波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提示，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，这样反而会让未来更糟糕。西亚带回了一个录像带，1975年的一个教授调查出了萨维奇的身份。他研究出萨维奇的不死之身源自于一次超自然灾难。他认为这场灾难相关的物件就是打破萨维奇永生不死的关键。在查亚拉的记忆里，法杖曾经杀死过萨维奇。更坑爹的是，上一次奥利弗见面萨曼莎的时候，捡到了一根威廉的头发。白瑞帮忙匹配了 DNA， 拿过结果后，奥利弗面如死灰。可白瑞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把结果给了费利西蒂。拿过结果后，费利西蒂面如死灰。奥利弗第二次找上了萨曼莎，他知道了威廉就是自己的儿子。事情的起因就是10年前，奥利弗的妈妈拿着$100万的支票，让萨曼莎打掉孩子，离开奥利弗。10年了，
萨曼莎没有动过1分钱，而且独自抚养威廉长大。奥利弗试图偿还自己的风流账，但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。焦头烂额的时候，菲利西蒂拿出了亲子鉴定，质问奥利弗。奥利弗现在只想暴打萨维奇发泄烦恼。他想到了一个计划。萨维奇并不知道查亚拉恢复了记忆，只知道他觉醒了翅膀，这样可以出其不意。白瑞靠速度抢走法杖，查亚拉负责偷袭。这次行动只有他们和胡夫4个人。奥利弗今晚不想有任何无谓的牺牲。首先，他们诈降把鸟人情侣带了过去。按照计划，奥利弗开始和萨维奇肉搏，胡夫因此丧命，抽动的查亚拉也丢掉了性命。当白瑞拿起法杖和奥利弗一起攻击萨维奇时，他们的生命也被法杖吞噬。奥利弗命令白瑞赶快跑，只有他才有速度逃出去，并且说出了那句必胜台词。此时，萨维奇夺过法杖，开始毁天灭地。奥利弗第一个牺牲在了爆炸面前。白瑞拼尽全力冲了出去，爆炸射击范围寸草不生，整个城市的人全部瞬间丧命，包括菲利西蒂等人。白瑞拼命快跑，忽然他看见了自己。再次停下来的时候，又一次到了昨晚谈判的地方，一切仿佛根本没有发生，事情依旧按照剧本重演了一遍。白瑞把穿越的事情告诉了奥利弗。白瑞意识到对抗萨维奇的时候，奥利弗有些心不在焉，并且把检测头发 DNA 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奥利弗一听便知结果，还因为此事和菲利西蒂大吵一架，也直接导致了奥利弗决战的时候精神无法专注在萨维奇身上。这次奥利弗打算换个方式，角色互换以后，这次是奥利弗找到了希斯科，他建议希斯科去说服查亚拉，毕竟他们的感情存在过。希斯科从胡夫手里抢过了查亚拉，他的目的是让查亚拉做真正的自己。查亚拉回想起了以前萨维奇第一次刺杀他们的时候，他拿起匕首反击，最终2个人双双丧命，陨石砸碎了圣殿。这就是那场传说中的超自然灾难，不但赋予了法杖魔力，就连那把匕首都拥有魔力。这是打败萨维奇的唯一机会。凭借查亚拉的记忆，菲利西蒂和希斯科查到了陨石砸落的位置，白瑞在博物馆中找到了陨石本体。接下来希斯科提取陨石中的元素，奥利弗负责分配计划，如昨天一样。不过这次奥利弗决定全军出击，同样的场景却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。奥利弗这次变得更加专注，对抗萨维奇的时候，所有人一同赶来。白瑞按照计划抢走了法杖，和奥利弗一起对抗萨维奇。但这次他们谁也不用逃跑，陨石同位素的手套让他们避免了被法杖吞噬生命。萨维奇不知死活，只是原地消失，留下了一团骨灰。206世的轮回被打破，胡夫和查亚拉打算离开城市，帮助更多的人。希斯科虽然帮了个大忙，但他也只是轮回中的一个过客，只不过是一个很重要的过客。这次白瑞给奥利弗提了个建议，一个儿子最需要的就是父亲的陪伴，他深有体会。这次奥利弗找到了瑟曼莎，决定保守秘密，定期过来探望威廉。威廉是闪电侠的头号迷弟，奥利弗陪着他一起玩着闪电侠和冷队的玩具，这是他作为一个父亲最好的陪伴，隐秘而伟大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